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这一期视频啊，我就要跟大家分享呢，属虎啊，在2024年，也就是甲辰年的时候，它会迎来一个怎样的一个运势或者一个机会呢？很多命理老师有分享，属虎的在2023年啊，属于一个比较平凡的一年，因为它没有什么吉星，它其实也没有什么凶星，就是一个比较平平淡淡的一年呐。那在今年呢，属虎它也有什么吉星呢 ？OK， 我们就一起来看吧。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驿马 Sky Horse。其实这个驿马，我其实本身是非常的喜欢的这个吉星，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远行。OK， 你开始要出发了，你要去远方去，所以你可以想象啊，就如果有这个吉星的话，那个属虎的朋友啊，今年呢会特别的有要动起来的一种感觉。OK， 他很喜欢要出门啊，可能去旅行啊，去公干啊，他不会就死死的这样待在家里 ，OK， 他就会特别的有一个能量，一个动力啊，去做很多他要做的一些事情。所以在传统意义上，其实驿马呢，很多时候也是一个财星。那第二个吉星呢，就是所谓的一个禄神，叫 Triving。那这个也是讲的是所有的动力，就是你可以看到属虎的今年都是讲的就是一个能量。OK， 就是一个动力，真的是一个好像 Tiger， 非常的有 power， 要去做要干一番大事业。虽然呢，我会说它只有2个吉星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设定，因为有时候吉星太多啊，不一定是一个好事。OK， 因为它可能那个能量的影响会很多，但是如果只有2个这样子，就会非常的集中。所以虎呢就会特别的一个集中的一个状态，就他精神，他整个人都会比较集中一点点。那来到凶星的话，首先第一个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叫天狗的。这天狗你可以想象狗打架这样子，狗打架算是一个小事吧，但是也是一个不太好的事情，就是它只是代表一种小的损失或者小的损伤。那第二个呢，我们叫天库。天库的话，你会比较的情绪化，会比较的低落。那最后一个呢，我们是一个叫吊客的一个凶星，它同时也是代表的是一个悲伤。因为吊客就如名字啦 ，funeral guest， 它其实就是讲你去出席丧礼的一个情况。但是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不是说哇，在我身边是不是有人要去世了？其实不是啦。OK， 不是，只是因为这个神煞这个系统在以前他们要更好的表达这个东西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或者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就跟你说，就好像你去出席丧礼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你会特别的伤心，不是你真的有人死掉，或者你自己死掉还是什么啦，而是你去出席丧礼的时候那种感觉 ，OK， 你会比较悲伤其实属虎的今年的凶星都不是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不好的凶星啦，它只是都是一些小损失或者一些比较情绪上的一个影响。所以如果做一个总结的话，我觉得属虎今年是非常的适合去离开你的舒适圈，然后展开一个新旅程。因为其实驿马呢，在古代它讲的就是离开你原本的地方。你要出门远行，那通常这个出门远行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你要经商，你要做买卖，又或者如果你是农夫，或者你本身是种植的，他可能就是要把他自己的东西，他所种植的东西、收成的东西，要拿去一个地方去卖。所以通常驿马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算是一种财星，因为只有你离开舒适圈，去到一个全新的环境的时候，你才有机会去抓住新的一些赚钱的机会啦。所以它有一种这样子的寓意啦，就是说你要展开一个全新的旅程，那你就会收获更多。那当然在这里离开这个舒适圈的时候你有时候偶尔你会感觉一些小挫折，你会感觉比较情绪低落一点。那所以属虎的我会觉得你要不断的让自己往前看，然后为未来做一个打算。我要总结一句话，就是说你要问你自己你是否已经准备好要尝试新的挑战，要迎接一个新的挑战？那这个问题呢，我就交回给你自己去回答啦。那接下来呢，我就要跟大家分享每个人在八字里面其实都有4个生肖，你说的年，还有月，还有日，还有时。我就有举一个八字的例子，你如果出现在年的话，它显示的是你的社交圈子、你的朋友或者你的行业。那如果是月呢，它代表的是你的事业、你的工作，
那如果是热呢，它代表是你这个人本身，或者你的感情生活，或者甚至你的另外一半。10呢，它代表的是你拥有的东西，所以你可能是你的内心的想法，你内心相信的一些东西，或者你的下属，或者你的孩子，还有就是你的一些资产。如果寅呢，就是老虎出现在你的年，你是在虎年出生的话，它影响的就是你的社交圈子啦。你会特别看到你的朋友都会非常的活跃。OK， 他们可能时常去旅行去出国所以你要怎样利用这个机会呢？就是说你要跟他们多在一起 ，OK， 你去多沾一沾他们的正面的一个动力。OK， 正能量这样子，因为他们时常都会去旅行或者他们会时常讲我的生意又开始要扩张了，我要开一个分店，或者我开始要去新的一个市场。OK， 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带给你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影响啦。那同样的，你也是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去走动啦，所以可能你去旅行一起去探索新的一个地方都是很好的。那来到事业的话，我会觉得会更加的好啦。因为这个代表的就是说你本身的工作，我就会建议你要开始去走出你的舒适圈。因为如果真的有驿马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就要提醒自己，你要去尝试新的东西，你要去开拓一个新的市场，你不要再去执着于你现在原本所拥有的东西，或者你是一些原本的一些做法。我觉得你可以勇敢的踏出去。OK， 你有驿马来扶持你的话，你就要更加好好的去利用这个能量，让自己得到最大的一个好处。OK， 不要忘记我刚才说了，驿马其实是财星来的，它是某一种意义上的财星，所以如果来到事业这里的话，就会非常的好啦。那如果个人的话，个人呢就会特别想去旅行啦，你可能就会跟你太太或者先生就说，let's go， 我们今年一起来一个小旅行吧，或者带上家人，带上朋友。那当然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单身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认识新朋友啦。你可能可以去一些你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可能你一直以来你都是去同样的餐馆、同样的咖啡馆去喝茶还是什么这样子。那可能今年你可以尝试去不一样的地方，就会有认识新的朋友或者不一样的人给你带来可能一些感情上的一些进展啦。那如果是10出现老虎的话，知道你有很多的一些想法突然间跑进来 ，OK， 你会非常的活跃。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会建议你要把各个新的想法都记录下来 ，OK， 不然的话，你可能今天想到这个，然后你明天可能又忘记了，然后你又开始去想到其他的一些想法，一些其他的新的点子，那我就会觉得有点可惜，因为很有可能在众多的一个点子里面，有可能有哪一个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子呢？所以我会建议可能你就把它们都写下来。那另外呢，你会觉得你的下属孩子在今年也会特别的活跃。其实不是他们真的变得很活跃，而是你自己内心觉得他们很活跃。那我会觉得呢，你就允许他们去活跃吧。可能你的员工跟你说，我要申请2个星期的假期，我要去出国旅行不然的话就是你的孩子可能今年他就是说，我要跟我朋友去国外去看看 ，OK， 去走走。那我觉得你可能就允许他们吧，去接受吧。因为如果你去跟他抗衡的话，就这样你要抑制那个驿马，所以你要控制它。但是驿马是要奔放的，但同时你又去抑制它，所以你就会特别的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它是一个好像相抵触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是来到资产的话，你投资的话，就是说在你原本的国家的以外的地方，你可能会找到一些很不错的一些投资机会啦，可能你可以留意多一点。好，那以上呢就是4个如果老虎出现在4个不同地方的话，它可能会有的一些情况，然后你可以做的一些小调整。很快我们就迈入到了2024年，也就是甲辰年那如果你想在今年比别人更快速的了解到